季后赛的第3场巅峰对决，现在开始揭晓阵容。蓝色方广州 TTG， 红色方北京微博，对抗路曹操对蒙恬。这一出的话，就不是镜像对决了。是的，还是想要自己擅长的进。打野位置果然如2位所言，暖阳的赤阳神光，而嘉熙则是原坦，都是招牌英雄。对，看中路了，坦野对野河。 中路沈梦溪对沈梦溪，这个没什么问题，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看他胜负组合。下路双人组 TTG， 我觉得应该是父子。TTG 应该主要是微博这边，微博会拿什么跟他打？哇，鲁班7号，父子打父子，北京微博在巅峰对决用这一套。 他们胜率不高，在今天也没有能够赢下来的体系去对撞，他们连续处理掉了6局，没有放给广州 TTG 的父子组合。他们在本赛季的5场鲁班父子里面只赢下了1个小局。是的，但是广州 TTG 在这场 BO7 的前6局虽然没有拿到鲁班大师，但他们的父子组合在这个赛季是8战7胜，而来到了巅峰对决，在没有办法通过班位处理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如愿拿到了这套双人组。是的。 那也就是说，这个版本似乎真的在下半图的3手就是沈梦溪和父子了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了。我们在败者组2场巅峰对决和胜者组的这场巅峰对决看到了下路3个是没有变化，但是上野微博拿出了自己擅长的蒙恬加镜，自信的双人组，而 TTG 的话，今天我们看到了轻轻的曹操，是他的发挥非常出色，也拿到了 MVP。 主要看也让嘉欣拿到了他的原坦，主要看前期 TTG 会不会进野区哦，毕竟大家都知道原坦其实前期对于进的一个限制是比较大的。对的，但前期进野区有点难，毕竟微博你这个层级伤害，你层级伤害是完全没有进高的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的巅峰对决。我是9瓶子，我是魏庄，我是北岛。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现场。前期的话其实不太好进野区，前期要是进野区一波没进好，直接炸穿。 炸穿之后，那进打你这原坦就不会有那么难。看一下1级怎么抢线。9星这边没看到梦溪直接去下路找了，但是嘉欣选择第一波抢中。中线开，就保自己下面的鲁班7号能有这个。哎呦，这2梭9星直接被扫到了残血，但换来的是线权，这样可以先打红隼。对，红隼打得很快，这个红隼被小雪拿到。 应该就是在意料之内，他们毕竟这赛季 TTG 他们的鲁班父子打太多了，对，就强行用血量去换线权，然后去拿红隼，再回家出来。这边还是被沈梦溪给拿到，一边保，一边拿赤甲，一边拿红隼嘛。是的。但这样的话，这一把重点就是进这一把感觉还不能像他上一把那样出半肉，他这一把应该得出红刀。他。 出刀就要见血，红刀，果不其然，我觉得应该要红刀啊，果然要出红刀了，因为他这把如果出肉刀的话，你拖到中后期，你就真的没有人能去切死这鲁班7号。肉金的话，在鲁班7号面前还是一张纸。是的，这主要是鲁班7号打肉太痛了。对，百分比伤害。近打原坦其实是有操作空间的。这把打团 ，TTG 这边得看曹操，微博这边得看进。对，互切后排。 就打团的时候，你进就是不要一直去跟原坦对着打，他永远在侧面，反正这边也有鲁班7号，鲁班7号打原坦也素质高的。哎，换波血量，对你得从原坦这边溜过去。是，等一下看一下两边的鲁班7号的出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一边是出了个布甲，小白这边率先出的是攻速鞋，小雪想的就是活着。没错，因为两边打也不一样。对。 想的是前期不要犯失误，不要被镜给瞬秒掉。是的。然后自己拖到中后期，觉得自己阵容中后期，反正还有个兜底的曹操在。没错。4分钟内波龙团其实两边都得打。微博这边蒙恬是比较强势的 ，TTG 这边是原坦。是。就看两边谁拆的更好了。微博这边，首先他有个镜的高斩杀额，但是 TTG 这边嘉欣他的控制是足的。对。而且特别是在这2天的巅峰对决阵容里面，我们能看到。 原坦在2个大砸进去之后，很容易把对方鲁班大师的链子给砸断。对，然后断了之后就能够把那个人激活给秒掉，就导致这把微博其实整体打团的阵型得保持得很好，链子不能多点碳输出。还有1分钟到4分钟的第一波龙团节点，看是接下来的2波远端线的处理了。
这波是暖阳的镜来到了上半图，然后嘉欣的话先站好了中右，来保着赫兹抢这波中轴。这样的话，微博可以先抢完对方路线，然后让镜吃这波中路线传过来。对，还是这样想经济会拉得比较高，但还有一还是想让波云南线镜。多吃点钱。上一把嘉欣他作为一个坦克也实在是放的太多了，我太感觉这一凶了把他还是要吃一些的，要多吃一点，要不然面对到对面的鲁班7号他遭不住。镜野区开始搞事对了。来打一遭到了，套这个赫兹跟过来，补波伤害让嘉欣拿到了1血，带走了听乐，听乐的闪现还没了。这就是原坦前期的强度啊！对，嘉欣说：“我还是不吃，我这一把不吃，我起到作用了。他不吃，他可以不吃线，他吃人，对吧？他把你的这个击杀拿到手就行了。这一波节奏就相当之大了，因为微博只能放暴君暴君了刷了。你这一波听乐的沈梦溪导致自己的暴君也没。哇对，3分半的时间节点，在对方蓝区抓了一波单，这波很关键、啊，要进蓝区了，要进蓝区了，啊而！且这波暴君一是掉，流程的，还要控你的蓝 buff。这波进想拿到过来草里面，但是来不来得及4个人在这里顶出去4打4，一个惩击，鲁班把蓝纳斯拉马给反了，进这波过来，得赶紧跑，换位撤走。这就是前面击杀完听乐的沈梦溪带来的蝴蝶效应啊！是的，这样的话前期就限制住暖阳了。对，第一波蓝控完，后续的每波蓝 TDD 都会进。是的，因为暖阳本来经济都要领先原坦有300-400块钱了，对通过这一波节奏直接打回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下一波微博守蓝区得把子墨给叫下来。嗯，子墨如果不在正面，其实微博正面是很弱的。而且你看，现在2个沈梦溪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有一个600块了。现在在这一波蓝区丢掉之后，暖阳得多吃点线上了。两边辅助装的，一边出的基因，一边出的敬畏荣耀。也不一样，拉回来拉回来了，完就要跟一缩被动，扫残了暖阳。那这波可能得回城，而且得赶紧把上好打完，去回防自己的下一波蓝区。要准备了，曹操应该是和蒙恬互断线的。嗯，这波子墨得过来，必须得过来，他这个强点不过来的话，这边打不过。是的，就目前这个版本 TDG 拿出来的这一套，是我们在前2场巅峰对决看出来的固定阵容。是的，九哲教练拿出来的也是这套固定阵容。但是青青这边在卡着子墨，不让他传。对，不让你过来的话，那你的蒙恬过不来，原坦、沈梦溪父子组合的强度就足够了。这样的话而且你看走过来的话，时间其实有点慢。而且你现在蒙恬加进，你也不好去抓曹操，这时候还是在 TDG 控想制直接 run，手里是有惩击的，但来的有点慢，来不及了，给还是能捞到太慢了接一下。连续2波蓝 buff 被反，而且守也没守住，提前落位也没落而且掉。现在微博不能放线去5个人打是的 TDD 的蓝区，对这样很亏。你看你这么打的话，嘉欣的经济就不会低，会一直是跟暖阳保持持平的一个状态。他吃的是暖阳口袋里的钱。对主要他4个人就把你蓝 buff 反掉，他对另外一边曹操他都不需要支援。然后他甚看一下鲁班至还把线带7号过去现在干嘛？就是嘉欣他把微博的野区吃完之后，整个红区全部给小雪。是开始了 TDG 最熟悉的节奏。他这一波的野区是劣质队友保着刷完了之后去刷了山迷，山迷刷完之后刷红，刷完红之后去下路刷下路线。这样其实下一波子墨得直接提前大概30秒钟在蓝区守着，对，可以让暖阳去过那波远拿线，然后再传过来这就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广州 TDG 他们熟悉的节奏当中。进野区。而且你看现在曹操经济跟晋差不多了，啊，晋已经完全抓不了曹操了。下一波甚至 TDG，你如果要跟我蓝拼，那我们来拼这一波，我5个人都来。这波蒙恬漏视野了 ，TDD 直接反进红区打状态，去推上1。上路曹操把线已经带了过去，这波要进红有人可以守。哇，这个镜根本扛不住原坦的伤害啊！原坦打一套再掉1/3，这个红感觉很难守了。但这波如果防完红的话，其实蓝区看微博能不能防得住，因为赶过去是要时间的。嗯，微博这波可以放红守蓝，一定要帮助暖阳把这个蓝 buff 给他守下来。这个蓝应该是能守的。就这个红可以给了。对，蓝 buff 反而才关键了。但是如果你这么样一直放一片野区的话，经济差是会在10分钟拉开到3、4千。轻轻的曹操，毕竟没逞。嗯，但现在中一塔中一塔也掉应该放了，中一塔7分47秒，广州 TDG 破掉了北京微博的中一。将近8分钟经济差拉开了2500。而且现在两边沈梦溪的这个输出量也不是一个等级了。鲁班7号的经济也拉开了距离。是的，赫池的沈梦溪都已经做出了日暮了，他已经比听乐高了队位1000块了，差了1000块钱的沈梦溪啊。也是有点夸张的。现在
主要晋这英雄打元坦，一旦打不出优势，打不出经济差，他对位不管是打团层面上，还是说对于 C 位的威胁层面上都不10分钟高。龙团5v5的话，元坦可以留技能防晋的一个进场。是的，对，你换位直接二技能顶直接把你顶开了，然后蒙恬你在正面只是一个前排的作用，鲁班7号是打得动的。而且你就算是你硬 run 这条龙，你尽用命来 run 这条龙，但是你团打说你拿到龙也没有用对，还是要被推。啊。而且这一把的蒙恬感觉也没有打出，就前面期是没有展现出作用。对，是的，主要还是就晋野区被 TDG 进入节奏了。今天我的感觉是子墨一直好像在被 TDG 锁线了。大招反拉，拉过来，蒙恬这波顶进去了，给一枪，鲁班7号被打到残，再来一枪被打残。然后紧接着晋这波想跟，那边神木星2技能给砸了一下，反而赫兹带走了暖阳，暖阳的近阵网，小麦的鲁班7号给切掉了，秦再跟上去，再来一刀处理到了梦溪，今天2连击破。第一时间是梦溪的鲁班大师开团没有拉到被躲了，反之九星这边反开，但这边链子这边直接被断掉了，但后续曹操和元坦的进场，赫兹又跟了一个2技能处理掉已经到高地的子墨 ，TDG 打了一波1换4啊，把北京我们打了波小团灭。还是元坦加曹操这个阶段太顶了。这一波打完，北京微博可以说已经炸了。来看一下，这波是梦溪先动手，对，被2个闪躲掉，然后紧接着反开。虽然说蒙恬这边闪顶，但是后续元坦伤害不够，拆火。晋这波过来之后被元坦顶2下，大招不得不被迫交，然后沈梦溪给2段拆火。这个时候曹操进场没技能了，是，就为了切小雪，交了太多的位移和技能啊。我主要还是觉得这一把蒙恬，其实在前中期，其实真的对于整个团队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优势帮助。微博前面想节奏必须得爆50，是少一个人都不行。联盟发育路10分钟经济均值是7058，而这局比赛的小雪在巅峰对决的比赛的高强度的对抗上已经来到了7322。而我们今天也说了，他在高于联盟10分钟经济均值的时候，小雪他的胜率是73.3%，很高。嗯。虽然说现在小麦的经济不低，但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打团的时候，曹操和元坦的进场根本扛不住。像你蒙恬这种英雄，如果说你前中期没能给团队造成争议的话，那么他跟曹操一对比，曹操又能带线，你蒙恬一直在带线就没用，直接开双龙。而且蒙恬其实这个英雄一旦进入防守状态，其实很难起到队伍作用。而且你正好面对的是鲁班7号，这波 TEG 拿到双龙，感觉是要。差不多破高地，推高加一波了，把龙放下。是的，推高加一波了。哎，现在经济也起不来了。这一波两边的闪现都在哦。现在对微博来说，想翻盘压力非常大。现在我甚至都想，顶上去了，大招没砸到，被鲁班7号闪现拉开了距离，看到能回头反打，元坦这个位置很难出来了。加了一个盾，但是还是要死。这波进来，直接续人群，但自己扛不住，直接被秒掉了。小雪伤害非常高。一波打野的互换，不过这一波是被微博给稍微拖住了一点点。这波是微博这边的技能回来之后，这边嘉兴的2技能跟了过去，是，然后正好被鲁班大师给拉回去了，吃到了很多的塔伤，跟着链子过去了。对，但正面4v4还是 TDG 优势啊，毕竟经济摆在这儿。没错，再一颗雷，曹操进场一闪，轻强行把小麦给切掉。然后自己被拉过去，可是后续伤害似乎有点不够，再砍一套3段1技能撤出来，再转中路高地，越高地塔切掉小麦，因为前面那波鲁班7号已经把闪现给交了。是的，这波2个鲁班都在互点，都点成半血。还是元坦打团的时候太限制晋的一个进场了，根本进不了。今天轻轻2把曹操，2次都是一直盯着小麦打，活不下去，真的活不下去。这2个鲁班7号一波换血，然后沈梦溪再来一颗雷，就已经惨了。啊！比你沈梦溪的对位上差了2000块钱，然后你还要面对一个1万块的曹操。是的，而且像刚才9星的鲁班大师拉的也非常好，是直接把晋给拉掉了。嗯，全局击杀双 C 次数2次，敌方双 C 阵亡次数是3次。这样其实鲁班父子在镜像的时候，劣势方的鲁班父子是不能开的。哎，你只能躲后面去给链子，保证鲁班7号输出。反倒是优势方的鲁班父子，那个鲁班大师他是可以主动先手的。对，就是这局比赛轻轻切了2次 C， 全部都是小麦，因为沈梦溪倒的那一次是被嘉兴杀了的。是的。TDG 现在也不着急，他们知道经济差足够大，在等下一条暗影暴君的刷新。而且曹操现在的经济已经领先了蒙恬3000，
已经是相当夸张了，这经济差。我们就看看一个谭野跟一个野河的经济持平，这就很难玩。对，至少要领先个1到2千啊。沈梦溪都多了一件装备，经济差太大了。现在 TTG 压着北京微博，应该还是要等黑豹，不着急，现在就只是滚滚经济差。是的。下波其实 TTG 可以再控一波双龙是最稳的。用分身探了个视野。对，微博现在只能守高地了，只能守。在塔前看 TTG 会不会给机会。TTG 先不着急打，先让鲁班7号把自己家的野区资源收一收。而且小雪的最后一件装备天地石已经先穿身上，准备开始合复活甲了。他们在等暗影主宰刷的时候一起打。对，他们就不想浪费暴君的时间。因为现在打完的话会有大概30秒钟的时间差。对，先反红过兵线，再回去开双龙，太稳了。这双龙一拿就是要终结比赛的。而且这一波是也让小雪把自己家的野区全部吃完了。对，是的。红区吃了2组。双龙拿了，没问题啊！而且他们这一波是把双红给到了青青和小雪，没有选择去打暗影暴君，还是去了。他们先打主宰，暴君时间持续最大化，然后等超级兵过来再放龙，对，就确保有更多的大概10到20秒的时间去终结比赛。他们真的是暴君 buff1秒都不浪费啊！是的。哎，拉托，没事，可以再多个10几秒钟。毕竟现在暗影主宰还没放啊。而且这个时候青青已经神装了，苍穹加血魔，嘉欣也是2个主动装，反甲加血魔。这个位置把微博关着，微博也不敢出来看。只要不让近的分身过来，对，暴君还是能稳稳的控住。给一炮挡住，然后再稳定拿龙，哇，太稳了，沙嘴炮都不让你过来。感觉在等小雪的复活甲，再给让经济。这么稳的吗？这波红 buff 拿完就出来了。就一系列的全部的前提条件都要达成，对，确保这一把万无一失。这叫一点机会都不给北京微博啊！就第一波这个3路的龙兵我可以给你，毕竟暗影暴君 buff 还有时间啊，就看小雪的复活甲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了，应该还差个几百块钱。修心。拉回来鲁班7号的位置就闪了。哎，不过这波他把闪现给交了。下一波 TTG 要发起总攻了。是，下一波没有闪现的鲁班7号很难活了。旁边还是一个有闪的曹操。转中路，小麦的心率现在已经167了。这波被打一套，小麦直接掉半血。中路的高地 ，TTG 完成突破，再转上路，上路有暗影。小雪的复活甲穿起来了。是的，万事俱备。只欠兜风，最后这一波 ，TTG 到底能不能终结掉这局比赛，拿下这场 BO7，进入胜者组决赛？时隔2年的时间，冲进去一波起火，直接融化了双 C， 天元和小白全部阵亡，金城位置也倒下，两人进也死了之后，剩下梦师和鲁班拉斯也要倒，子墨也阵亡之后 ，TTG 完成了1换5，团灭了北京微博，拿下比赛，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 晋级2025 KPL 夏季赛胜者组决赛。时隔2年，